案子这么难，为什么要坚持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。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，都是拿命拼出来的。我当警察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？我们是刑警啊，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！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，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，掘地3尺，我把它挖出来。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？我看见白玲戴了个大金戒指，够特别不？白玲儿，那就那卖白桃鸡的小媳妇儿啊？对呀。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，去现场再看看。又一宿不睡啊？睡不着啊！我听肖云东说，那省厅丁子姐、韩局现在一听见电话就炸毛，我们好意思睡觉吗？你悠着点啊，好歹也眯2个小时。我要睡你们睡。你干啥去啊？我去指挥部。那我们呢？你俩赶紧眯会儿吧啊！你慢点啊！哎。摸排了一天，摸出什么情况了吗？什么情况也没摸出来。你们呢？也没有。有你参加会吗？我参加呀。嗯，我们能参加吗？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？没有。那够呛。哎，韩局。哦，戴局。川儿，哎，你们在这个我们摸排了一天，啥时候汇报啊？有新情况？暂时没有。那就明天再说吧，马上开会了啊。戴局，那个我能参加会吗？我们就听听，我们不说话。那个现在关键什么情况，我们也不太了解，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。韩局，你说呢？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，这不刚到警队吗？对，昨天是我们3个先到现场的。哎，胡队，你不上去吗？必须上。你先上。从案发到现在，现场勘查基本做完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。现场发现11具尸体，前10具都落实了，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。时间关系，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。第一，这是一起有预谋、有计划、有准备、有目标的持枪杀人、抢劫、暴力犯罪。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，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。第二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，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，由此判断，合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。第三，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，有组伙的条件。第四，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，胆大妄为，不计后果，
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。第五，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，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，实施杀人抢劫犯罪，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，弃车逃跑。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，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？我觉着，咱们是不是先别定？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，我是觉着不像。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，那个枪手是个女的，身手敏捷，心狠手辣，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。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，没听说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，还挺厉害的。要是有的话，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。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，我问过张小毛了，他很确定是个女的。另外啊，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？我觉着，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？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，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。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，老实了一些，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，更隐蔽、更狡猾。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，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。别说话，不说好了吗？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，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，这不怪吗？哎呀，这种话你看， 11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，熨了整整1天。开始以为是沈鹏鑫否了，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，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。2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11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。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，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？因为你们看，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，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。这可能吗？巧点了吧？人刚进门，屋里人还没起身，就被打死了。这个过程。 也就4、5秒钟吧。有些事儿只要有1%的可能性，就没法完全排除。秦川啊，要不你就别说，你要说你就站起来，你好好说。对我觉得，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%的可能性，那也没办法排除。 你就说张小毛吧，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，那基本上不可能活，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？还有，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，那也是个大漏洞。什么人都能进去，啊，死的人里面有孩子，还有无名尸，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，一定要作为重点，抓着不放。 说到重点了，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，所以要尽快的
查清楚这个无名尸，要想到各种可能性，有没有可能，这个11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？我同意韩局的分析，因为到现在啊，这个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。对，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！我觉得这事一定要下决心啊，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，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。啊，从这个刑侦学上讲，就我上大啊，完了，说完了。那好吧，既然下了决心，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，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。矿保卫科主办，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。另外，在这个看守所、拘留所、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，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，立功的予以奖励。二哥，你太厉害了！咋的了？这么大案子，那么多领导，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，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。你在那说那些话，领导全听进去了。有胆儿有识啊！我拽都拽不住，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。怎么憋死了？说谁呢你？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。整座城关门闭户，空空荡荡，人心惶惶，没有一丝年味儿。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、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，围堵清查，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。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，128大案发已过1周，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，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。哎，正好，金队，帮忙查查无名尸。烧的糊了吧唧的，你看看，糊了吧唧有啥可看的？焦头烂额，能认出啥来？咱去哪儿啊？你是要查逃跑路线？没事。
顺着这就能上大道了。他们不会走大道的。顺子，这铁门是？没错，当年高速。当年高索每天都是走这小门，顺着小道回来的。超哥，那儿就是高所长当年遇害的地儿。绳子啊，过这铁道，那面是9号家属区吗？没错。那家属区不是更容易暴露吗？绳子，分头了解一下情况。你这边。哎。叔，在家呢哈？又来了，你看真是。哎，我婶儿呢？没在家呀？和老三跑亲戚去了。哎，你说你这又来问，不是来好几回了吗？你说我这来来往往的都是街坊邻居，哪有啥可疑人呢？哎呀，这案子没破呀，咱就得问。看看，这啥呀？认识不？这烧成这样了，这谁能认识啊？不认识，没见过。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，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。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？你说我家的事儿吧，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。我这3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有出息的，谁都不听我的，说走就走啊。哎呀，从来不跟家打招呼。你说说你呀，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？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，留着干什么呀？你也不嫌烦？扔了扔了，完事都扔了。聊着呢。扔了。你也真是。小同志，你找谁啊？婶儿，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。哟，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？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，还是调查那事儿啊？哦，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。哎，小同志啊。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？是10个还是11个呀？那么多人呢？我们有纪律，不能乱说。哦，
我来呢，就是想打探打探，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？哎呀，一天问8遍有啥用啊？你说，可不是嘛。我们也想早点破案，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？哎，正好，我这儿有线索。你有线索啊？我要是吗？举报。等会儿，我记一下。没有什么线索，有线索。哎呀，我这是正事儿，你们都说什么呢？正事。前几天吧，从北边来了个女的，长得特别漂亮。北边？说是当年的蝴蝶米转世。蝴蝶米转世，说的跟真的是。真的，真的呀！快说说，还有什么？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？可能性有很多，那兴许她不是一女的，她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。假发套？男的戴一假发套？戴个假发套怎么可能？戴个假发套？什么？你看见了？柱子他妈说，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，还有这样的事儿呢？还真有这事儿，还卖了20块钱呢，卖钱了啊！我听说了，我听说了。啥时候事儿？就前2天的事儿呗。我怎么？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？那我哪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就是哎，别吵了，卖给谁了？老邹家发廊，老邹家发廊。对。哎，真的假的？说过这事儿，我倒是还是他们家的事儿啊。对，就是在这儿捡的。检测的结果，这个假发套的材质，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，完全一致。假发套是在9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，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。枪手不是女的。枪手是男的，戴假发套了。哦，要是男的戴个假发，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，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。我觉得就是在9号家属区。哎，秦川，这破案不是猜谜啊？不是，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。哪个点都对上了。这个假发套，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，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，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。2呢，它起到掩饰作用，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这儿挡那儿，挡住咱们注意的点。然后第3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，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，扰乱咱们的侦捕方向。雷汉局，那我带人去查。那行，彻查9号家属区，散会。韩局，戴局，我还有一点想法，我想汇报一下。那你说，4年前，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，跟这个128案有关联。4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案有联系吗？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叶茂生，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，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，经过那个选煤厂，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9号家属区，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。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，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。这个选煤厂很偏，外地人不知道，只有本地人知道，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，这个抢枪。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，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，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，然后穿过铁路，到这个9号家属区。那我就在想，这应该不是巧合吧？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？另外，当年那个高所遇害，枪丢了，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，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？哎，秦川，我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，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？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，我明白啊，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，
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，行不行？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？你哪拿出真凭实据来呀？不，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？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，懂吗？刑侦破案，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，就要无中生有。不是我问你啊，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，你看了吗？我问你，到刑警队你刚来几天？你破过几个案子？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。行了。吵吵啥？秦川儿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样，你去找老聂，测一下弹道，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。如果有，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；如果没有，就排除干扰，不要影响办案方向。好。散会。老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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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聂。哎呦，秦队啊，你咋来了？啊，嘿，这都几点了？不是你铁打的你啊？啊，不是。老聂，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？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不？今晚啊，你数一数，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，这人手不够不说，啊，这设备也跟不上啊。你看，要验的物证，这还有一大摞子呢。我知道您辛苦了啊，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。我也着急，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，着急也没有用。我老聂不是芭比哪吒，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，这要想立功10天8天都能熬得住。我这一把老骨头，你说我熬不住啊！老聂，听我说，那个辛苦啊！你这样，你听我跟你说，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，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吧？那咋能忘呢？50似的。对，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。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，这就是一伙人干的。不是，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？你咋想起来了？高建设是我师傅，我一直也没忘啊。哎呀，哎，你干啥去？找人给你测枪。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2遍了，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。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，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。这老头平时很老实，不怎么出门，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。他媳妇儿叫苏秀云，很泼辣，还在街道当小组长。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，他还能提供。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，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，行不？哎，他有3个儿子。都没怎么上过学，也不上班，也不下井，天天就这么晃。老大去了圆山，好几年了，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，不能面见本人。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，也不能面见本人。老三陈小东，案发以后在家，初2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。特别是这个老二陈小秋，以前爱打架，我们处理过，所以我想把这3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。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，加上你们这3个，一下整都是10几个嫌疑人。那你说，他们这哥仨，啊，嫌疑有多大？我这3个儿子，没有一个有出息的，谁都不听我的，说走就走啊！哎呀，从来不跟家打招呼。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，有谁知道？谁能来给证明一下？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。我就是不放心。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，他为啥要去韩国？他又不懂韩国话，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。要不请示领导，打听打听，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。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。
哎，你说，他们3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？还真没有，就是打过架。咋样？经过对比，现场5次手枪的弹痕，不是高建设的枪。指挥部啊，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，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。放假嘛，跑了我2天，一个个都说不动，都不愿意来。可以理解。来，下一组。你说这叫啥事儿啊？大过年的，真晦气，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。别啰嗦，仔细看。哎呦，韩局、戴局，叫啥呢？哦，我到现场来看看。看半天了吧？啊，什么想法？我就是觉得这个11号无名尸，我有点想不明白。咋的？他怎么也烧成这样？我的意思就是这2具，他因为在床上，他有被火褥子，他烧毁程度严重。可是这个怎么也烧成这样？你想说啥吧？我是觉得这个，你看，这个窗帘啊，还有这个沙发布，这些易燃物品都离他有一段距离。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就是当时情况很乱，犯罪嫌疑人放火的时候，把沙发巾和窗帘布扯下来，扔到这个11号身上的。有这种可能。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？你说，韩局，上次开会您也说了，说这个11号无名尸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同伙？那我觉得现在有可能，而且可能性越来越大。如果说假设他是犯罪嫌疑人的同伙的话，那他就是留在现场的最大的物证，就应该从他身上去找线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犯罪嫌疑人故意毁尸灭迹？有这种可能？是，我是怀疑过。可是这个无名尸身上中了2枪，是犯罪嫌疑人的猎枪打的，他们往自己同伙上身上开枪，说不过去啊。韩局，戴局，那个省厅专家组就要到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救兵可算是来了啊！走。谢霆，你知道那姓何？哪个是曹老师啊？就是最右边那个。刚下车这个是吗？曹老师谁呀？曹老师你都不知道谁啊？不知道。曹忠素老师啊，那全国痕迹专家，那咱们警察的楷模。我认识左边那个魏宁魏处长，听说破获不少大案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来这5个专家啊，都不是一般人。那谢霆是刑侦大拿啊，他旁边那个法医叫王德伦，是刑侦技术处的副处长，名气可大了。
同志们辛苦了啊，辛苦！你们的工作日报我和专家组都研究过了，工作做得很扎实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刻画和案发现场的分析很到位。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有，我同意你们的侦查结论，这个犯罪团伙呀，这个准备充分，他不是临时出动的，而且出动的时候快进快出，战术上很成熟，应该就是本地人。你们的动作很快，前期的这个技术工作，很到位，质量很高。你们这么说，肯定对了，算是这真谢谢专家呀。说实话，这案子查到现在，真有点僵住了。现在是时间紧，任务重啊，直接上手案子吧。这个案子虽然复杂，但是破案条件是不差的，所以我们有信心这个案子能破，也必破。曹老师能这么说，那我啥也不说了。肖国东，走，你带王处和吴法医去看一下11号无名尸。是。案发现场在哪？我直接过去。啊，警长，你带曹老师去。是。曹老师，行，带我去11号尸体的位置。哦，在那边。11号和8号都是在那个北楼的这个保卫室。曹老师，这8号是保卫干事张玉文。那是9号，这10号，那11号就是无名尸。我们排查了很多轮，也没有找到尸源。川，来，帮我站一下11号的位置。反了。好。曹老师，曹老师，法医那边有重大发现，韩局，请您赶紧过去。走。曹老师啊，你看啊，他这个右颊部和左眼部创伤口那个面积啊都很大，边缘呢，他那个也不整齐，
尤其是这个右颊部这里啊，这一看这很明显，它就是那个贯穿伤。你看啊，这是进弹孔，这是出弹。我看何昌法医鉴定报告上说，徐浩中的是2枪猎枪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从这个11号尸体上取下的很多铅弹。德伦，小吴，我不懂医，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您说。猎枪是散弹枪，它打出来的弹丸数量多，散开的面积大，但大多数弹丸是不能穿过人体的，只能造成网管伤。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造成贯穿伤的，对吧？曹老师，您看问题啊，真是一针见血。那个也是我们请您来的主要目的啊。照11号尸体这种情形啊，那个只有2种情况可以形成贯穿伤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这个猎枪啊，它近距离射击可以造成；第二种呢，就是有比较大的单个弹丸，也能形成那个贯穿伤。就比如，手枪射的那个子弹。你说，一开始啊，我和小吴，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，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。后来我们俩一商量，还是决定进行脑组织解剖检查。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，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。